您就是罗喜？在下罗喜，请问有何指教？听说你的谭家腿相当厉害，特此领教。哼，可以在这些汉狗面前打败这个汉狗代表，真是痛快啊！大赛在即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我们走，走啊！站住！喂，罗喜，还不走？走啊！干什么？不要有事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输谁赢？明天全清大赛就知道了。走，走啊！啊！他们这仗人多，这么被他们奚落，我们满人颜面何存呢？不要说了，我们马上去杀几个汉人消消气。走，满正走。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刚刚才被汉人教训完，还没消气吗？看来也要我出手一挫你们满人的傲气。你是什么人？替天行道者不留性命。大哥，以后有汉人的地方，你们满洲狗就不要乱叫。大哥，大哥，恭迎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今天两位选手都信心十足，相信会是一场龙争虎斗。但是这次的比试只是以武术切磋，希望大家可以点到即止。今天我们满汉聚首一堂，以武较量，除了可以选拔人才、匡扶社稷之外，也很希望可以平息积压已久的满汉纷争，真正做到止戈为武。权倾天下大赛现在开始。慢着，敖飞，究竟什么事啊？回皇上，权倾天下大赛本来就是汉人和满人的武艺比较。试问，如果其中一方不是汉人的话，那岂不是一场闹戏？敖飞，你所说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回皇上，微臣昨天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就是臣面前这位对手罗喜的真正身份。他不是汉人，不是汉人，他是满洲人。他是先朝大臣索罗希尔将军之后。罗喜原名叫索罗喜。皇上，这次根本就是汉人捏造出来的阴谋。他们不满当年索罗希尔对汉人的压制，所以就设计隐瞒罗喜的身份，逼他参赛，让我们满人自相残杀，他们坐收渔人之利。皇上，敖飞根本就是危言耸听，皇上万万不可轻信。张中堂，事到如今，明哲保身未为晚也啊！敖飞，你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真凭实据啊？回皇上，微臣当然有。来人！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微臣本来从索罗族请了3位高手来作证，但很可惜，他们满人身份稍露，马上被汉人伏击致重伤。他们还想杀人灭口，好让这个秘密永远没人知道。启禀皇上，汉人气焰嚣张，将我们3人打伤，请皇上明鉴。敖飞，你口口声声说罗喜是满洲索罗族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皇上，证据就在这3个人身上。因为索罗族的人历代相传都在胸口上刻下10字标记，如果罗喜是索罗族的人，就一样有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尽管叫他把衣服脱下来看看。
敖飞，你不要含血喷人。事实胜于雄辩。如果罗喜是汉人的话，他就有勇气拉开自己的衣服。这个标记是每个索罗族男婴出生的时候所刻下的标记。罗喜这个标记就能够足以证明一切。罗喜，现在在皇上面前，你最好老实回答，你究竟是汉人还是满洲人？在皇上面前撒谎，罪犯欺君，要处斩的。是，我是索罗希尔的后人。原来这是满洲人呐！皇上，现在证实了罗喜是满洲人，这场比赛一定要终止，免得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以小大方。既然这样，朕就宣布再由汉人选出代表，择日再赛。斩！还有，传罗喜入宫，朕要查明这件事。你想朕下旨废除对汉人不公平的待遇？是皇上。皇上，当日赐封罗喜为6品统领，就是希望他调解满汉之间的纷争。今天罗喜提出这个意见，正好让大家都明白，皇上对满汉全都一视同仁，那冲突就可以化解。大清根本从来没有这个律例，要善待汉人。大清自入关以来，叛乱频生，就因为汉人不服从满清的统治，要让他们彻底臣服，不只不能纵容他们，相反还要施以重刑。施以重刑？哼！我最近听说，敖妃也钟情了一位汉人女子，而且还假公济私，将一批军用麻布的生意批给了天布坊，而天布坊就是姓朱的开的。原来任用外戚也可以算是重刑，看来敖氏父子还真有一套怀柔之法呀。敖木合，可有此事啊？皇上，小儿年少，血气方刚，我想是逢场作兴吧。皇上不是啊，奴才是认真的。他日我还打算迎娶她为敖家的媳妇。敖妃，爹，我钟情汉人女子是一回事，应否下旨而满汉平等又是另一回事。不错，皇上，照微臣看，罗喜这份奏折是有人指使他的。没有了，皇上。没有，奏折谁帮你写的？据我所知，你在贱民之中长大，断不可能写出这一份有条有理、字字铿锵的奏折。罗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奴才不敢。皇上，罗喜明显是受人唆摆的，若开此先例，汉人会乘机造反啊！你简直含血喷人！皇上，那奏折的确是奴才找人代笔的。奴才虽然没念过书，不会写字，但是奏折里面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奴才心里面的意思。皇上，奴才现在虽然是满人身份，但是从小就在汉人家中长大，也受尽满人的欺压和凌辱。皇上，汉人也忍了这么多年了。如果皇上真的想平息满汉纷争，而做到满汉共荣的话，那首先就要废除一切对汉人不公平的待遇。皇上，罗喜这份奏折摆明了是欺骗皇上，罪犯欺君，皇上千万不要听他的谗言呐！满汉不公的现象，朕也有所闻。罗喜，今天的事，朕就姑且原谅你。不过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提议，不妨对朕直说。谢皇上。至于下旨的事，如果真的可以调节两者之间的冲突，也未尝不可。张景林，你带朕去拟旨吧。炸。点关注不迷路。